如果你想知道宇宙的秘密，就用能量、频率与振动来思考。我不在乎他们偷了我的想法，我关心的是他们没有自己的。当下是他们的，而我致力于研究的未来是我的。从具有可行性的理论到实际数据，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在脑海中预先测试的。人们将一个初步想法付诸实践的过程，完全是对精力、金钱和时间的浪费。当天生的爱好发展成为一个强烈的愿望时，一个人会以惊人的速度向着他的目标大跨步奔去。多少人嘲讽我是个空想家，他们都是头脑最愚笨、目光最短浅的蠢材。还是让时间来说话吧。宇宙中的任何一小部分都包含整个宇宙的所有信息，在其中藏着的某个神秘数据库又保存着宇宙的总体信息。我只是很幸运的可以进入这个数据库去获取信息而已。人类是被一种力量驱赶着的物质，因此在力学领域里，主宰运动的一般法则也适用于人类。我只不过是一个被赋予了运动、情感和思想的宇宙力机器。科学家们懂得他们的理论一开始就是近似，所以他们从未指望从其理论导出的结论与真实世界无丝毫误差。思想在孤身一人不被搅扰的独处时变得更加敏锐，更加活跃。外界对我们的干扰会使创造性思维变得残缺不全。孤独就是发明的秘籍。心生孤独的时候，就是想法萌芽的时候。我可以把这个世界劈开，但我永远不会这么做。我的主要目标是传播新的设想，让它们变成现实。我非常希望他们能成为未来研究者的一个起点。科学界开始研究非物质现象的那一天起，在10年内所取得的进展，将会超越人类此前几个世纪所取得的所有成果。人类最重要的进步依赖于科技发明，而发明创新的终极目的是完成对物质世界的掌控。驾驭自然的力量，使之符合人类的需求。未来是我的。电给我疲乏衰弱的身躯注入了最宝贵的东西，生命的活力，精神的活力。一开始我会经常压制自己的爱好，然而逐渐的，我可以将个人爱好与意志控制结合起来。
这样过了几年，我不仅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意志，甚至可以以游戏的心态控制自己的爱好，而有些嗜好其实足以毁灭意志最坚强的人。空间是可以劈开的，那将会得到什么？我记得我也曾这么想过，撕开空间，看看外面到底怎样，一层还是几层，还是怎样？我的研究项目已经走在时代前面太远了。事物总是创造于天才的头脑，而非自然，即天才总是在事物真实存在之前，就已在头脑中形成关于它们清晰图像。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我的这种生活方式使我丧失了很多人生乐趣，有点苦行僧的味道，但它却让我延长了生命，而且通过这种自我克制，我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。如果科学界开始研究非物质领域的现象，这一个世纪的进步绝对会更超越过去所有的记录。我的感官只能让我们感知外面世界很小的一部分。我利用了宇宙射线，并且使它们操作一个成为原动力的设备。童年由于出现幻觉，我遭受到巨大痛苦，常常伴随着强烈的闪光，里面有真实物体的形象，这些对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当别人对我讲一个词的时候，它的形象就会在我的幻影里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来，就像被设计好的一样。有些时候我自己也分不清这到底是真实还是幻觉。在上帝面前，我们都一样聪明。当无限可以被完美的应用的时候，地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大脑。本质上，所有的事物都是真实而富于韵律的整体。我们可以无视距离阻碍彼此间即时通讯。不仅仅如此，即使相隔万里，我们还可以通过电视、电话看见、听见彼此，就像我们面对面交谈一样完美。我们实现这种设想的采用设备与现在的电话相比，也会惊人的简单。它甚至可以放在背心口袋里，为人类提供永不枯竭的能源。我一直被这个问题折磨了好多年，为了寻找答案，我整个人差一点就完了。我的大脑每一根纤维都绷得很紧，然后一件难以解释的事情出现了。我听到其他房间的时钟在滴答作响，一只苍蝇落在桌上，发出缓慢沉重的巨响。我的前额有了一种蠕动的奇特感觉，我察觉到黑暗里的一个物体的奇特存在。太阳光在我头脑里引起可怕的轰鸣，
一辆马车驶过，让我感到浑身剧烈震颤。紧接着，各种构思和强光一般一闪而过，并且在瞬间证明了它的真实性。那是一种令人疯狂的快乐，各种思想如奔腾的洪流，让我无法跟上他们的节奏。只把那些十分清楚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，使我根本无法怀疑的东西放在我的判断中。2，把难题尽可能分解为细小的部分，直到可以圆满解决为止。3，按从最简单、最容易认识的对象开始，一点一点地上升到复杂的对象的认识。4，把一切情形尽量完全地列举出来，尽量普遍地加以审视，以保证没有遗漏。